大家好，这里是 Jeffrey Tech。现在距离苹果9月召开秋季发布会只有不到1个月时间了。目前，富士康已经开始了 iPhone 16系列的全面量产工作。根据韩国媒体报道，郑州富士康额外招聘了5万名工人，并大幅提高了工资和奖金，产量目前达到峰值。大约全球80%的 iPhone 都在郑州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。苹果对今年新 iPhone 很自信，已要求供应商将产量提高10%，预计今年生产的目标是9000万部。除了 iPhone 16系列外，预计还会发布 Apple Watch Series 10，或称 Apple Watch X 智能手表、新的 AirPods、新的 iPad 机型及其他新配件。苹果秋季发布会的确切日期将在正式日期前大约2周公布，届时用户的邮箱将收到电子邀请函。关于发布会新机预测，近期不断有新的爆料释出，除了意料之中的常规更新外，今年预计还将看到全新设计的 Mac 产品线，绝对能让大家眼前一亮。接下来，我们先简单过一下常规产品，然后重点来聊聊 Mac 的全新设计。在苹果秋季发布会上，主角无疑是 iPhone， 今年预计将包括4款设备 ：iPhone 16、iPhone 16 Plus、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 Pro Max。根据传闻， iPhone 16将配备重新设计的摄像头模组、动作按钮以及多达7种颜色选择。iPhone 16 Pro 可能会搭载更强大的 A18 Pro 芯片，并且显示屏尺寸将增大，黑边更小。关于 iPhone 16的其他传闻，还包括更大电池、实体快门按键、更高像素的摄像头等等。基本能确定 Apple Watch X 将在这次发布会上亮相。关于新 Apple Watch 的爆料相对有限，不过有传言称 Apple Watch X 将是多年来最大的一次设计革新，比如机身更薄、屏幕更大。根据彭博社的报道， Apple Watch X 可能具有睡眠呼吸检测和高血压检测功能，但与健康科技公司 Masimo 的法律纠纷让这些功能的推出变得不确定。多个报道还表明 Apple Watch Ultra 3也将在今年发布，但目前尚不清楚其会提供哪些升级。AirPods Max 产品线已经3年没有更新了。关于苹果这款高端头戴耳机的更新传闻并不多，不过他们可能只是进行小幅度的升级，而非重新设计。有传闻称 AirPods Max 2将推出至少1种新颜色，并且将换为 USB-C 接口。最后，2024年苹果秋季发布会上可能亮相的硬件是 iPad mini 7，毕竟 iPad mini 6就是在2021年的秋季发布会上宣布的。关于下一代 iPad mini 的传闻也不多，无非就是更新的芯片、解决果冻屏问题等小改动，但它在整个 iPad 系列中已久未更新。这次发布会很有希望亮相新品。如果你想要的并不是这个 mini， 那你想要的一定是 Mac mini 版。那太巧了，苹果今年晚些时候会推出搭载 M4 和 M4 Pro 芯片的全新 Mac mini， 新款将进行重新设计，成为苹果史上最小的 Mac mini 机型，尺寸接近 Apple TV。2年没更新的 Mac mini原来是变了个小的。据科技记者 Mark Gurman 报道，即将亮相的全新 Mac mini 不仅只是常规换新升级那么简单，还将时隔14年迎来全新设计，尺寸比 mini 更迷你。至于发布时间，据悉供应商将在这个月向苹果发货 M4 基础芯片版本，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发布。M4 Pro 版本则要等到10月才会准备就绪。目前 Mac mini 的外观基本沿用着2010年版的设计，因此 Mac mini 也是当今苹果在售产品中为数不多保留原汁原味乔布斯风格的产品。虽然这个铝制外壳的设计在当下看来依旧可圈可点，但是在 Apple Silicon 也就是 M 系列芯片入主 Mac 产品线后，基本所有 Mac 产品都有了新外观， Mac mini 也是时候换新年了。况且14年前可以说还算小巧的 Mac mini 和现在的不少迷你 PC 一比，反而是庞然大物了。由于 M 系列芯片低功耗、高集成的优势， M1 系列的 Mac mini 主板已经比英特尔的旧型号小了几圈，只比一台 iPhone 13略宽。外网有人尝试魔改 Mac mini， 把整个主机体积缩小到只有原本的30%左右。那么新的 Mac mini 大概会有多小呢？消息人士表示，宽度将更加接近 Apple TV 电视盒子，几乎只有目前 Mac mini 的一半，也就是说平面尺寸大概为现在的1/4，不过机身会更厚，超越现在的 3.58 厘米。在接口方面，据悉目前正在测试的型号至少带有3个 USB-C 端口，一个电源线接口和一个 HDMI 接口。没有提到的 3.5 毫米耳机接口不清楚是否会保留，因为目前还没有砍掉这项爱心科技的 Mac 产品。至于目前版本还配备的 USB-A 接口和以太网口，
很大可能会跟随旧模具一同成为历史。缩小的机身是否会看其 MacBook Air 砍掉风扇，也暂时未知。有消息人士透露，苹果设计新款 Mac Mini 的思路可以简单理解为将 M4 芯片的 iPad Pro 给塞进一个新机身内。新的设计会降低生产成本，但这不意味着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的 Mac Mini， 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一台更小的 Mac Mini。Jeffrey 认为，目前较大的 Mac Mini 机身刚好可以为 M4 芯片提供更多的空间进行被动散热。小机身不仅砍了接口，散热也可以预料会进一步弱化，并且虽然机身平面尺寸更小，但是更厚的机身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更好融入环境。不少用户喜欢把 Mac Mini 竖着放，也能节约不少空间。但对于苹果来说，为 Mac Mini 瘦身不仅是产品变革的大势所趋，也很可能是产品战略布局的一步棋。Apple Silicon 为 Mac 产品线带来的变化，不仅仅局限于单个产品性能本身，可以说整条 Mac 的产品线都被打乱了。比如 iMac 系列，这个一体机产品曾经能够选配更大的屏幕、更强悍的硬件，以应对更专业的任务。但是最新的 iMac 仅能选配最基础的 M3 芯片，并且取消了27寸屏幕的版本。更多彩的新设计虽然养眼，但也象征着 iMac 变成了中低端产品线，因为苹果的 Pro 级产品往往总以最朴素的黑白灰配色呈现。Mac Mini 的全新设计可能也暗藏了这么一点小心思。Mac Mini 的定位一直是苹果的最入门级别，作为苹果尺寸最小的台式电脑，不管是和曾经高端大气的专业级 iMac， 还是超大机箱的性能怪兽 Mac Pro 对比，一眼就能看出并非为了迎合任务而生。但如果把 Mac Mini 和高端新秀 Mac Studio 摆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两个产品明明定位分布在两极，撞脸程度却宛如亲兄弟。产品尺寸的大小能给消费者很强烈的第一印象。我们都知道厚重的游戏本象征着强悍的性能表现，而轻薄本小巧的身形自然意味着性能上有所取舍。因此，如果把 Mac Mini 进一步缩小，在视觉上和 Mac Studio 拉开更多的差距，消费者也能一眼看得出，这个小巧可爱的主机要更适合日常使用，而另一个大块头明显是为了更复杂的任务而生。据消息人士爆料，新的 Mac Mini 还会保留和以前同款的铝制外壳。Jeffrey 看来，如果能和 Mac Studio 在配色上也做点区分会更好。根据多方报道， M4 芯片将会今年和明年出现在目前所有 Mac 品类上，也就是说，自 Apple Silicon 诞生以来， Mac 整条产品线第一次进行全面更新。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苹果重新梳理一下目前比较混乱的 Mac 产品线，所以 Mac Mini 的全新设计来得刚刚好。最后附上 Mark Gurman 爆料的最新 M4 Mac 时间表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保持关注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你期待变小的 Mac Mini 吗？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，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